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家以后没有人了，我就是我家最后一代，我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孩子，我家以后不会再有一个穷人了。光棍就光棍嘛，光棍有什么嘛？很多人花几十万，他娶个老婆回家都跑路了。与其重金结婚生子，他劳累一生，还不如不婚呢，潇洒一世。只要不沉迷于房贷、车贷和传宗接代，他一个月2、3千的工资，也可以活得逍遥自在。中国大陆结婚率持续低迷，各地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催婚。然而呢，由于受到高失业率等因素的影响，许多年轻人对未来和婚姻抱有消极的态度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。中国新年将近，很多在外地打工的人都回家过年。湖南怀化一个农村村口挂着一个横幅，上面写着“不带女朋友回来不准进村”。类似的横幅在大陆多地存在，有分析认为这是变相催婚，应该是中共中宣部的统一的布置。因为中国人口大幅下降，已经成为中共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。近日有网上视频显示，在一个村子村口的凉亭上挂着一条醒目的红色横幅，上面写着“不带女朋友回来不准进村”。许多人对此表示不满，认为这是变相催婚。有人就说了，碰到这样的村也是倒了霉了，人家本来就找不到媳妇儿，这下好了，家也回不去了。据报道，视频拍摄地为怀化通道县蒋家堡村。对此，该村村支书回应称，村内确实挂过此横幅，但否认是村委会所为，说是村内几个年轻人为了搞自媒体挂的，发现后已将横幅拆下。其实呢，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规矩。有图片显示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郊镇松塘村也挂有“不带女朋友回来不准进村”的横幅。小编在大陆抖音平台上查询，中国许多农村确实都挂有“不带女朋友回来不准进村”的横幅。其中一个村子的年轻人还在视频中直言：“村长让咱们抓找不到女朋友的人。”中国目前经济持续下行，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。他们认为结婚生育、贷款买房买车都是负债，是对未来的透支。你说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结婚，不愿意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。那你知道不愿意结婚这个社会现象它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啥吗？年轻人对未来看不到希望吗？不就这么简单吗？看不到希望啊！为什么每次战后都是婴儿潮？为什么打完了大仗死了人特别多了之后会突然间出现婴儿潮？因为动荡的时期已经过去了，人们知道接下来将会迎来平和的、稳定的这样的一段人生。有盼头，有希望。根据数据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，大陆有343万对新人领证，创下自1986年以来的新低。现在中国人口红利没了，所以官方鼓励大家生育。这位博主认为，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。他分析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的几个原因。因为现在劳动力减少了，所以才会鼓励大家生育，这个出发点本身就是错误的。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结婚、不愿意生育啊？我听过我大学老师说的几点原因，讲得非常好。第一，是因为对自己的前途未知、不确定性，面对一个不确定性的未来，是不敢背这么重的包袱的。就像你要翻一座山，能不能翻过去都不知道，我还要背一个100斤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嘛？但是现在在我们身上有多少钱都是不敢动的，怎么知道明年怎么活？也许后天就躺在那里什么都干不了了。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，所以大家不敢把包袱背上。第二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对人生看得很通透，人活着就是要幸福。这位博主认为，年轻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幸不幸福，然后才会考虑要不要传宗接代。第三是对小孩的成长没有把握，根本不知道以后怎么对孩子负责。除了物质生活上的负责，还有培养。现在很多人在没结婚之前早就知道培养的压力，并不是说家里添双筷子，在父辈的时代对生孩子无所谓，就是多添双筷子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老大的衣服老二穿，老三的衣服老四穿都可以。但是现在这样肯定是不行的，因为现在我们觉得对孩子没办法负责，为什么要让他穿破衣服？为什么要让他买不起一双新鞋？不是因为我们对物质的要求更高，而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感要更重，所以无法承担这个责任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担。中国的结婚人数已经连续9年下降。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3这项调查数据显示，2022年25至29岁年龄段未婚率为51%，30至34岁未婚率达到18%。当时25至29年龄段未婚率超过50%，冲上微博热搜榜，阅读量达到2亿多人次。许多职场女性推迟或回避结婚和生育，以此来避免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待遇。这位博主28岁，正在广州打拼，
刚刚失业。他说面试官最常问他的问题就是结没结婚，有没有孩子。谁来救救我的生物钟？简历改了，但还没投。一想到会被人事问到几个问题，就已经瑟瑟发抖。25岁后面试，人事都会问有孩子吗？结婚了吗？有男朋友吗？其实我不太理解，这个和打工有锤子关系。我每次都会说自己是不婚主义，没有结婚的想法。看到他们满意的微笑，我就知道稳了。这位博主被裁员了，他说32岁在深圳职场已经就不受欢迎了。被裁了，是的，去年被裁的时候还是31岁。其实32岁这个年纪在职场上求职还是非常困难的。那天上午我正在跟客户开会，突然间接到我领导的电话，因为我华南业绩没有完成的事儿，然后要辞退我。一方面我年纪摆在这里，我已经32了嘛，然后另一方面说我主要是能力不行，公司不想闲人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然后就问我有什么想法，我说那肯定要赔偿呀。那我领导的意思就是你跟人事聊吧，这个就不参与了。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情还没有太多的起伏，因为在这个市场环境下裁员已经很正常了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他找了一个另外的人来代替我，而另外的那个人的薪资待遇仅仅是我的一半，所以说我也能理解公司的这个做法。因为现在32在深圳这个市场上是很不受欢迎的，真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在28岁左右。像我这样的年龄的女生，未婚未育去找工作的话，那是受到很多的排挤跟歧视的。博主茉莉最近失业了，她感叹道：“谁愿意找一个没工作的对象呢？”好，我今年33岁，年底又遭遇被裁员。这2天直播呢，家人们都劝我赶紧找个人嫁了吧。但我想问一下，我现在这种情况下，有人愿意跟我结婚吗？如果现在跟我结婚，意味着每个月要帮我还1个 W 的房贷。那家人们也有的说我眼光太高，其实这就是在北京生活的年轻人的现实的情况。在之前家里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也曾经对我说，不想因为另一半影响他的生活质量。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大城市有那么多的生男生女的情况，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，大家都不希望对方拖累彼此。所以我对找对象这件事情就是随缘，尤其是现在我又被裁了，我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去找对象呢？我现在首要任务就是让自己努力活下来。小敏33岁，是一个单身北漂女孩，在北京这座繁华又充满挑战的城市里，她已经漂泊了10几年了。然而就在前不久，她遭到裁员。今天是我失业后的第6天，在这6天里，我回到了久违的老家，试图在熟悉的环境中寻找一丝心灵的慰藉。每一天，我都竭力让自己的情绪平稳，不去想失业的事情。然而这份平静在昨天被彻底打破了。当我获知之前和我一同被裁的同事已经找到新工作时，我的内心瞬间被一股莫名的焦虑所笼罩，开始着急了，开始反思。我清楚自己不能就这样安于现状，我应当赶紧去找工作。虽说年底工作不好找，可万一能找到呢？毕竟当下自己在北京租的这套房子，每月要交4000块的房租，社保也要支出2000多，其他支出暂且不算，就得花费6000多元，没有收入来源，我就像热锅上蚂蚁，急得团团转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了返回北京的车票。虽说心中有着千般不舍，后明白为了生活，我必须再度踏上这条充满未知和挑战的路途。这位博主老公失业了，已经2年多没有收入，整天躺在床上刷手机。对于这样的生活，她很无奈，但她老公也有苦衷。我现在压力真的很大，知道吧？我每天去买菜都找便宜的买，你就不能随便找个工作先混着，哪怕1000、2000、3000都可以呀，至少家里生活先混得过去啊。凭什么呀？什么凭什么呀？不想被压榨，要可救了，简直是。博主李大胜33岁，至今未婚未育。他说之前他也经常相亲，觉得没有结果，慢慢的就不对男性抱什么希望了。以前经常去相亲啊，包括我自己身边的这个单身的女性朋友，根据自身的经验，就是总结出来的结果就是，就我们这个年龄相仿的男士啊，要么就是妈宝，要么就是很抠搜，或者是外在形象很差，很矮很胖，是你明显的看上去就是他身上的缺点是大于优点的。我们不是主动意识的，就是不愿意结婚，而是被动式的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。我们是大直女，我们对男性不抱希望，但是我们又
没办法和女生去过日子，对吧？我们不能经常性的顾影自怜吧，所以这个生活肯定要开心的过下去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的时候就是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生活，也很难进入到亲密关系。这博主也对婚姻抱有消极的看法。92年了，33岁了，还没结婚，没生孩子，然后呢，失业也快1年多了。就是我现在目前根本就没有能力还下以前欠下的债务，以我现在的这个条件，应该是没有人要了吧。就是在这个一切都需要用钱的这个年纪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。我真的一直在努力，就是我知道我的青春已经结束了，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我更没有了以前的那种骄傲的劲，也迷失了就是我原来的样子。畅销书作家大兵在直播间和网友连麦聊天，由于父亲抱怨自己孩子25岁了还不结婚，大兵反问道：“你家有皇位继承吗？”我们来听一听大兵是如何劝导这位父亲的。咱也不是说结不起婚，买不起房子，咱有那个能力，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因为他不想啊，跟接触的人群有关啊，还是受到什么刺激呀？你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去尊重，人家不想，一个成年人，人家自己赚钱，有独立的经济能力，他又不啃老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人家自己完全决定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情感生活，没有错，容不得去干涉。他为什么没有权利来自己决定自己这一辈子该怎么活，而必须得听你的呀？我说你现在不想结婚呀？等到什么时候结婚呀？跟你同龄的孩子，小孩都会跑了。和他同龄的孩子，还有很多人的爹妈呀，都已经给他们买了别墅了，还让他们能够开得起劳斯莱斯的都有呢。别这么比呀！如果非要是拿孩子比孩子，那就先把家长来比家长。我是没那个能力给他出多少钱。孩子没要求过您，凭什么你现在要要求孩子呢？他对你应尽的义务只有一项，将来对你有赡养义务。你操这些心的话，有很多的话就是徒生烦恼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